我不是我父亲，所以我不会跳楼。如果你问我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什么，答案一定不是医术，而是医生。医这个字是会意字，意思就是实在器重。剑在容器里，能把剑取出来的人，被称作为医生。我父亲能处理好别人中的剑，但对自己所中的剑，却选择放弃。但是我不一样。如果有流言蜚语网络暴力，那么来，容纳剑对抗剑，剔除剑，从而生。这就是医生。你的意思是，宁可粉身碎骨，也要选择直播？是。好，作为医生，我支持你，但作为你团队里的一员，我有义务告诉你，你只想过成功，你没有想过失败。失败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儿，因为我失败过，我知道失败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手术直播成功了，皆大欢喜；要是失败了呢，就会付出一个团队乃至一个医院的名声为代价。郑然，如果你想直播，你今后所有的手术我都不参加，包括连体婴分离术。为什么？我不能阻止一个人走向疯狂，但起码可以做到置身事外。我不想参与，不想看见，更不想知道。随便你。今天呢，我要带大家看一场惊险刺激的极限挑战，就是这个喷泉，看到没有？嗨，帅哥你好，你有事吗？我是一名女主播，我现在在直播呢，你帮我举一下手机，谢谢。嗨，小伙伴们大家好，一场期待已久的极限挑战马上开始喽！小飞机、小火箭刷起来！10、9、8、7、6、5、4、3、2、1，危险！什么情况？她是个女主播，跑到喷泉极限挑战，结果被喷飞了。马上抢救！智商破裂，肩上也有破障，背也有问题。骨盆骨折，后腹膜大面积血肿，这下麻烦了。喂，郑哥，联系不上家属，怎么办？那就去找医务处，我们这边先转送杂交手术室，等医务处过完流程，立刻手术。
那我去做准备。你招来的病人过去盯着，在这发什么呆？手术室有证人在，有我没我没区别。真的这么想？短短几个月，海城就变成了全省最有名的医院，一个一个的奇迹在这里上演。而创造奇迹的那个人，不是我。本来可以是你的。是啊。仗着天赋行医的人，最终输给了更有天赋的人。这是你。我以为这是幸运。仗着天赋行医的人，遇到更有天赋的人，就会知道，只有天赋是不够的。最终还是要靠勤奋一决胜负。证人就算没有遇到你，他还是会这么努力，所以我才说，这是你的幸运。如果没有长月，余云霞已经跳楼了；如果没有贺钱、伊人、英英，还有无数医护人员们的配合和支持，光靠证人一个人是完不成档案进入栓塞术的。是幸运，让这样一群人聚集在了海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我们是一个整体，密不可分。那如果证人要带着这个整体一起走向灭亡呢？什么意思？他要和心灵院合作，开启手术直播。彭家还没有死心，是证人没有死心。提出这个计划的人是证人。患者人灵的东西呢？这儿呢。你弄这干嘛？我看一下患者有没有其他家属。你手没事吧？没事。姐姐，姐姐你没事吧？我刚看你直播，出什么事啊？姐姐，求求你快回复我！姐姐你在哪儿啊？你千万不要有事！
我现在正在直播呢，你帮我举一下手机，谢谢。就那么5秒钟，我要是能拦住他的话，他是为冒险而来的，就算这次躲过去了，还会有下次。可我毕竟不在那儿，我不在就看不见，看不见就不会自责。喂，你好，是任琳的家属吗？是，这里是海城医院，我是医生。您在哪儿？在1楼急诊大办公室。我马上到。你好，我是任琳的妹妹，我姐姐她，我姐姐她怎么样了？她还能活下去吗？能活。这女孩不知道该说幸运还是不幸运。幸运的话就能活下来，但活下来是受罪。全肠道破损，恐怕都不能保留吧。是啊，但是，要是没有肠子的话，那她以后就都不能进食了。难道要打一辈子的营养针吗？我3年前查出来的多谢氏病，我妈妈她走了，我爸爸还有老师找我姐姐要钱，我姐姐才去做女主播的，都是因为我姐姐才这么拼。放心吧，她不会有事的，她手术会顺利的。来，吃一点好吗？谢谢。怎么样？割腺氏病，鼻子反复出血，3年前查出来的。看来没有坚持用药，才变成了今天这样。特效药1针2万，用得起吗？妈妈走了，她说她爸是个混蛋，根本就不管。为了给她治病，任琳才去做女主播，才那么拼命。真是2个可怜的孩子。这样，我目不转睛地看了你1整晚上的手术视频，非常精彩，充满了细节。
我一直在想这个秀发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那漂亮啊！624小时，还是不对。我查一下题。这儿。查体是软的，没有板状腹，切口完好，引流通畅，没有血性液映出。这是为什么呢？别这么多疑，再等2天，可能明天就没事了。哎，这会不会是麻醉事故呢？不对，歇着镜。这是真的把插管插到食管里了，那么久你没发现吗？麻醉，我真的是麻醉事故啊！哦，在德国这个麻醉师一定要被处分啊！证人，你身为主刀医生，对贺贤把管子误插进胃，差点导致患者死亡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当时是急诊，患者又是先天的气管积血，看不到声门。事后我们对此事做了紧急的补救，贺贤也做了他该做的事。但把管子插到食道，没有复检及时发现，就属于麻醉事故。而且患者现在也因此引流量过多，腹部按压疼痛，对吧？对于这次全肠道爆裂伤修复手术出现的医疗事故，贺贤，你承认是自己的过失吗？是承认。那就签字吧。如果，我是说，如果患者真的有什么意外的话，我会怎么样？停止，我们尽量跟你减到1年。老贺，哎，明哥，患者怎么样？还在昏迷，出去说。走，来，坐。老贺，你可是老麻醉师了，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这里有点事儿，我当时恍惚了。15年的兢兢业业，今天全毁了。说出来也许你不信，我曾经也是个尖子生，从小学习好，
爸妈的骄傲。可高3的时候，我妈病倒了，风湿性心脏病。家里砸锅卖铁，给她做了心间瓣膜置换术。那时候的医学没有现在发达，瓣膜用的都是机械的，胸腔里跟装个闹钟似的，滴答滴答响。听着那个声音，我就想，医生说了，机械瓣膜能顶10年。那好，我就去学医。等10年后，我亲手给我老妈换个好的。都说近眼科、阴外科，吃错药了去麻醉科。可是眼科、外科，本科就要5年，3年硕士，3年博士，3年医院规范化培训，再加上3年专科培训，耗不起。当时正好海城麻醉科招人，这假期呢相对稳定，收入呢比一般科室也要好，虽说是奔着钱进的医院，但也想做出点成绩来，想得到患者的认可，得到外科医生的认可，得到自己的认可。就看一眼的事儿，插完管要检查，我都干了15年了，偏偏这次没看，跟他就出事儿。我都40多岁了，我上有老下有小，1年的时间等不起。对不起，让你们见笑了。除了引流量，其他都在好转。也就是说，呼吸机差错，经由呼吸机打到胃里的气体太多，最后造成了一系列反应。这种情况真的是太复杂了。别闹，何姐还在吗？一直坐在外面。老贺，怎么样了？你有认识见多识广的麻醉师吗？我有个群，全是麻醉师。问问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好。我来吧。我有个刀刺伤的患者也是插管插错了，术后腹腔引流量非常大，有个类似的，引流液每天在逐渐减少，1周后顺利转出 ICU。我就说你是庸人自扰吧，再等2天就好了。老贺，没事了。好。老贺，这次是我没经验，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真的没事了。看这上面说的，明天的引流量应该会在200毫升左右，然后依次减少，很快就会有好转的。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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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谢谢。我再确认一下，没事，没事。谢谢。放开我！放开我！为什么要救我？放开！怎么了？医院刚
刚醒，看到自己身上的造口袋，情绪很不稳定。我去叫双月。你好，我是你的主刀医生。你的手术很成功。成功？你告诉我这叫成功？我的人生都毁了，我要靠输液活着还要一辈子，但是这玩意儿，你告诉我这叫成功？为什么要救我？我已经活得很累了，我真的撑不下去了。我要是能就这么死了，该多好！对不起。你这不是在救我，你这是在折磨我。我恨你。哎，月儿，正找你呢。27床的患者醒了，接受不了现实，快跟我走一趟。我一个人去没用。怎么了？我要先去找证人。这是任玲妹妹的腹腔 CT。这也太大了，占据了腹腔40%到50%的体积，而且肠管、胃甚至肾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位移，拖太久了。而且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痕迹，也是因为这个病血小板过低导致的。这种情况应该做部分皮切手术，阻止代谢产物储积，好让皮继续发挥作用。因为没有持续用药，脾脏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等他们想做手术的时候，很多医院都没有把握了。这手术你能做吗？能是能，但术后服药怎么办？交给我们。任玲，你今天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好一点？姐姐，姐姐，小姐，你怎么来了？姐姐，我跟你说，这里的医生说能做我这个手术。他很幸运，虽然拖的时间很长，但没有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意味着术后的恢复会很顺利。小小，那他术后是不是还要吃那种药啊？搁介氏病属于罕见病，全球只有6000例。不过正好属于国家罕见病基金的医疗补助范围，可以免费提供药物3年。如果手术顺利的话，用药后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姐姐，我想好起来，哪怕只有3年，我也想照顾你。姐姐，我想照顾你，你一定要坚强。小小，姐姐，姐姐。人类真有意思，自己不想活了，却可以因为另一个人有活下去的动力。圆圆，什么情况？
脏中刀，需要抢救。已经通知手术室备血，旁边 B 超了。来，快走，快去电梯。小雨，你今天不是出嫁了？我路上碰见一位大哥，骂人遛狗不拴绳，骂起了对方拔刀就捅，快！伴侣心跳缓慢，心音遥远，意识已经丧失。小依然，来，架开。心爆天色，患者情况紧急，快！等下一趟电梯，来不及了，现在马上要停。停了，怎么办？起。收到。我是海城医院马上入职的医生，来不及了，请相信我。手套，出弹。跳了！快！马上抢救！小张，跟我来。哎，衣服、裤子、鞋，干洗费500，来付就算了，微信还是支付宝啊？啊？哎。 云哥，不是这人谁啊？怎么走了？这要是医务处问起来，咱怎么解释啊？没事儿，会见面的。我不要罗伯莱纳。莱纳博士的来华手续已经办好了。病人有权选择他自己的主刀医生。我已经选好了。证人，你选的就是你的学生，他又不是我们医院的。他是。什么时候？今天。他今天会来报道。你要让一个介入医生来给你做胰头癌手术？他学的就是普外，后转的介入。那更不行，他才多大年纪啊？怎么能跟莱纳博士相提并论呢？一个医院，如果连院长病了都只能请外面的医生来手术的话，这样的医院，谁还敢来？ 我的手术必须由海城的医生来主导。如果手术失败了怎么办？你看看这雨，听听那些救护车的声音，每到这种天，事故就特别多。 被拉到这里来的，有哪个不遭罪的？有人残废了，勉强活了下来，
却倾家荡产；有的人有钱却活不成啊。医院是命运的起点，终点也是转折点。老婆，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是想说，如果手术失败了，我认。老师，仅就片子而言，病情较重，但肿瘤组织附近没有粘连，可以手术。当年我临时调到南大去坐诊，你来进修。我跟你说过，希望你继续搞外科。介入要接受辐射，对身体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我不吸烟，也不喝酒，没想到也得了这个病。张仁啊，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你还要坚持搞介入吗？也好，海城是以骨科起家，我这个放射科的兼搞介入。老潘退了以后，我当了院长，忙得根本没有时间手术，可是也就没发展起来啊。张然，我的手术交给你了。海城的介入科也交给你了。我认识老布的时候，他的梦想是创办中国的曼欧。得了吧，曼欧的宗旨是患者需求第一，他赚钱第一吧？你不了解老布。2000年的时候，老布和潘老还有另一个朋友一起创办了海城，一步一步扩张成现在这个样子。早些年出了一件大事，差点倒闭，所以他才把赚钱放在了第一位。我能理解他，梦想是梦想，梦想终究要为现实让步的。但你是为梦想让步了现实啊！要不是你给他拉来巨额投资，他能当上院长，海城能有今天？是啊，想想那个时候真的挺傻的，还怀着孕呢，就要跑去给人家送血浆，患者的命是保住了，可我肚子里的孩子
却没了，而且再也不会有了。对不起啊，花儿姐，我不应该提这个。没事。从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海城就是我的孩子。这些年，我送走了爸妈，送走了哥哥嫂子，送走了我肚子里那个没缘分的孩子。现在轮到了我老公，这次不一样。海城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医院，它是本省最好的民营医院，拥有最顶级的医疗和人脉资源。我要让全世界最好的医生给老婆做手术，我要让她活着。他会没事的。喂，苏总，证人来了，请他进来。做过73台微波手术，死亡率0，遗漏并发率也才12%。苦外出身，没结婚，没孩子，为什么转介入？创伤小，恢复快。没了。没了。按理说，你的履历这么漂亮，再加上你是老布在南大时候的学生，他又指定你为他做手术，我不应该拦着。但是，我已经请了国外的罗伯莱纳博士，他的名字你应该听说过吧？作为家属，我更希望由莱纳博士做这台手术，所以，抱歉。但作为院方，我非常欢迎您加入海城。介入手术创伤小，恢复周期快，正是我们想要着重培养和发展的科室。欢迎你加入海城。我看了老师的 CT、MRI 片子，对比前2周差别不大。所以，但我刚才看到他本人，皮肤蜡黄呈柠檬色，是很鲜明的黄疸症状。跟我对话期间，一直揉着小腹。再根据这几天的住院记录显示，呕吐和腹泻的次数频繁，病情应该比片子所呈现的要严重很多。所以我认为他可能已经不适合手术了。片子给国外的好几个专家都看过，都说可以手术。那如果片子影像本身就有问题，片子本身会有什么问题？我们可是海城最好的民营医院，那么就是人工操作不当。我们的放射科也是从全国各地挖来的精英。你说的总之，我决定了。老师知道换主刀吗？我会说服他。他就是布尔天点名要的主刀啊。5年前，老布在南大授课的时候，他来培训。老布每次回来提起这个学生就赞不绝口。我说他这么好，为什么不挖来海城呢？他说不想耽误人家。结果到底还是来了。医术还行，急救时候挺冷静的，但是胆子太大，容易出格，而且还不擅长跟同行沟通，是个问题医生。比你还有问题。哎，我可是很擅长跟同行沟通的。你帮我看着他，不要让他介入老布的手术。万一闹什么幺蛾子，也第一时间来告诉我哦。明天早上莱纳博士4点的飞机，你去接机。又让我盯人，又让我接机，真把我能咋意思啊？你如果肯上手术台，我立刻把你养汤大神供起来。
我还是去接机了。护士长呢？看见护士长了吗？怎么了，莹莹？怎么了？院长夫人突然说要做手术。怎么忽然做手术？手术？什么手术？我在。伊人，你怎么在这儿？哦，我昨天不是送了一个中刀的患者吗？然后他下了手术，进了 ICU。我下台回来太困了，一不小心睡着了。不过还好我没走，我可以手术。你是真的爱做手术。行，赶紧走。嗯，走。Welcome, Dr. Brina. Dr. Leda, I'm He Jian. I'm so glad to cooperate with you, sir. 哦，好感哦。你画帐篷干嘛？爸爸在设计 logo。去年水灾啊，爸爸和潘老师还有你布叔叔，在帐篷里救人的时候，有了这么一个想法，我们决定一起来创办一家医院。哎，那这3条线，是不是就是指你们3个人啊？最终还是让莱纳博士做手术吗？我听说院长想用另一名医生。一个是世界顶级名医，一个是初出茅庐的新人。你是院长夫人，你选谁？也是。不
到15公分的切口，漂亮啊！那这么小的切口，后期吻合能够吗？你以为人家都是你啊？你来做什么？我说过，这个手术不需要你。糟了！怎么了？肿瘤扩散了，侵犯了周边的组织。怎么会这样？我说过，术前影像有问题。虽然肿瘤已经侵犯了周边的组织，但是伊莱娜博士的技术水平应该可以拿下这台手术。Surgical dissection cause heavy bleeding and lead to patient's death. Doctor, what can we do? You shut up and be quiet. 莱娜博士犹犹豫豫的，再这样下去，别知道会不会？不会，还有机会，肯定还有机会。他不能死，我还没找到答案。机会1%。I declare termination of surgery. Close the abdomen and send patient back to work. Doctor， 这。 Mr. Rubber. I'm sorry. The preoperative radiologic examination provided was in favor of surgery, showing no adhesion between tumor and surrounding tissue. But it's totally different. And the tumor grows too fast, you know. What shall we do now? What else can we do? Sorry. Doctor! 手术继续，转介入，立刻备胎。你确定吗？先用介入栓塞堵住血管，然后再进行微破手术。这种时候已经不适合微破手术了。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但起码不是0。好，继续手术，郑医生，拜托了。这本就是我的手术。 患者76岁，酒后心绞痛。第2桥60。
穿过走廊就怎么回事啊？护士长走，护士长走，护士长走，护士长走。都打起精神来，不许在分诊台乐事打瞌睡。护士长签个字呗。你又在分诊台吃零食。哦，下次不敢了。喂，第2附属医院急诊室。好，我们已经做好精神准备了。好，哎呀，亲爱的，亏得你没走。第2抢救室，老人心绞痛。刘亚萍，你着嘛皮呀？啊，我值班36个小时没睡觉了。再说，就没有别的值班大夫了？关几周的班，2台手术，还被家属给缠住了，你就当替他值个班呗。再说了，你不帮他谁帮他？就忽悠我。什么情况啊？老人76岁，喝酒之后心绞痛。一大早就喝酒啊，大爷，来，家属帮我一下，给您听听啊。心电图做了吗？在车上做过一个，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跟车大夫谁呀？宋小杰大夫。人呢？他要跟车走了啊。哦，对了，这是在车上做的心电图，您看一下。血压多少？120/80。还是先按心绞痛治吧。吸氧，300毫克的阿司匹林嚼服。如果疼得厉害，在静脉注射一些硝酸甘油，做个心肌酶，再做一个心电图。哦，好的。哎，大夫，这心电图我们都做过一次了，你这再做一次，这不相当于重复交费了吗？车上做的心电图到现在已经20多分钟了，这病人的病情变化是复杂的，尤其是心脏病。我怀疑你父亲啊，可能是心梗。啊？这不是表演抢救吗？行，行。哎，关大夫，我来吧。算了算了，咱谁也甭按，再按下去啊，这肋骨该压折了。这送来的也太晚了。小夏，你去把他家属叫来。哎，关大夫，这个心动过速的病人不咳嗽了。嗯。师傅，心电图做好。啊，苏丽啊，我以为你下夜班了呢。没有。一会儿你帮我到机场去接个人。血压下降70/40，心率150。妈妈怎么了？左心室下壁心梗了。左心室下，赶紧停用硝酸甘油。可是我还没给过药呢。在来医院以前有给他服过什么药吗？没有啊。啊，他刚刚吃了几片硝酸甘油。刚刚什么时候？就是等他来的时候。等。那你为什么不制止他呀？不是，我没看着他给他吃药啊，我看着我肯定拦着。不是，那好，别吵，别吵，赶紧急救。大剂量多巴胺每小时5毫升泵入。多巴胺每小时5毫升泵入。继续使用阿地普酶。阿地普酶继续使用。阿地普酶继续使用。室颤了。除颤。你闪开这儿。200焦耳。200焦耳，正在充电。充电完毕。都闪开。血压110/70，预计综合征，正常转动了。关大夫，您为什么让他咳嗽？刚才太忙了，顾不上，我就跟他约定好了，只要不咳嗽，不是严重了就是有所好转。你别担心啊，我帮你联系心内科病房，给你采用射频消融治疗。你还年轻，这个病啊，可以根治的啊。关大夫，真是太感谢您了。没事。我刚才还奇怪呢，您为什么让我老咳嗽？没事。老师，你太棒了，nice。大夫，您倒是赶紧给我们抢救啊！是，你们也看见了，刚才我们一直在抢救，我们真的是尽力抢救了，可是这人实在是救不过来。大夫，你这是干什么？大夫，他老婆孩子就在路上呢，还有几个小时就到了。你起来好吧？你们得救他，你们得让家属看着咱们在救人呢。不是，你这样抢救有什么意义？你说是不是？起来，起来，起来！大夫，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我答应你，我马上救他，你起来好吗？
充电完毕。心跳停了，心脉压，快！怎么回事？我爸他不是心绞痛吗？现在都不是正常吗？你解释一下吧。心绞痛可以服用硝酸甘油，心梗的病人必须要慎用。而你父亲得的是左心室下壁心梗，是不适合用这个药的。如果用了以后，会造成血压下降、心率过缓。更何况他还喝了酒。你怎么回事？你，我跟我爸吃药，你为什么不拦着我？为什么不拦着我？我没看着我，为什么不拦着我？回来了。爸，你醒醒！来，你把家属请到外面休息。你冷静一点，跟我出去。怎么，你没事吧？差一点。您刚才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哎呀，本来想让你帮我到机场去接一个病人，算了，现在看你这个样，你忙完这个病人之后，好好睡一觉，啊。放心吧，这儿有我。注意观察啊。好。多悬呐！夫人，这怎么回事啊？哦，这人已经死了，可是家属要求继续抢救。你别管了，小关，赶紧到机场去给我接一个病人去。哦，那这儿呢？亚平会处理的。院长本来叫我自己去，可是我马上要动一台手术。什么人呢？这么大动静？我也不清楚。快，来不及了。关老师，我跟您一块儿去吧。不，左大夫，你留下来当你的班啊。亚平，别慎着。好嘞，我知道。关大夫，要不然你给苏大夫打个电话吧。苏丽。哎，这不是下夜班了吗？没有，刚刚抢救了一个病人。是吗？喂，姐，你到哪儿了？你不是说9点以前到家的吗？现在都几点了？已经下午1点了，你知不知道啊？哎，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下午要去大使馆签证？你知不知道咱妈不光是我一个人的妈？好了，你别急。哎呀，我给王姐打电话，让她今天加班，回去看着咱妈。我马上就回去啊，在路上呢。患者叫周瑜，林区职工医院送来的，56岁，高空坠落伤，脑出血，先开颅手术，出血已控制，增强 CT 提示脑部异常强化，确诊为脑动脉瘤，已经手术。进来。张院啊，您找我？飞机落地了没有？还没消息呢，但是我派关继洲去的，这个人办事很稳妥的。那就好。看看人家，出了事儿打飞的送来，还在咱们急救中心的 No.1亲自迎接。患者是张院长的朋友，咱们骆主任怎么也得关照一下。要不说你是当主任的料？别瞎说了，人家骆主任在这个位置上做了15年了，也得干得好好的。咱打赌，这次骆一河肯定从急救中心主任的位子上下来。
来，1、2、3。患者周瑜目前生命体征比较平稳，请马上送到医院。是你做的开颅？是我。还行吗？辛苦了。哎，关大夫，我跟你们一起去第2附属医院。你？介绍一下，我叫王小涵。救护车不是客车，添什么乱？大客车行吗，康师傅？哎，你知道啊？请让让。哟，小何佳妮同学，麻烦你往里面让让，我要照看我的病人。谢谢。走吧。走了，康师傅。